大家好，歡迎你們到訪和標說愛呢個頻道。作為一個鐘錶愛好者嚟講，我希望透過這個頻道，能夠將過往100年以來手腕錶在外形風格上嘅演變，又或者技術發展嘅進程，希望透過我收藏唔同嘅個別品牌當中，能夠選出一些有代表性嘅型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睇法同埋認知。其實呢，在過去100多年嘅手錶發展歷史中呢，我哋大致上可以分為3個重要階段嘅。從上世紀10年代到70年代初，這60幾年啦，係機械腕錶嘅誕生到黃金成熟期。這亦都係我哋對鐘錶愛好者嚟講呢，視為古董手錶嘅年代。隨著1969年日本精工錶廠首枚石英錶誕生之後呢，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當時嘅石英電子錶呢係雄霸盛極一時嘅。對於當時傳統機械廠家嚟講呢，係普遍面臨一個生存嘅危機。當中有好多以往是好出名嘅品牌呢，都要面臨減產啦、停產啦，又或者被收購合併，而唔好彩嘅甚至倒閉。但係上限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呢，潮流鐘擺又有轉向喎。經歷過品牌收購合併嘅機械錶廠呢，又重新逐漸展現出活力。約莫經過10多年嘅復興期，漸漸呢將機械錶發展成為主流手錶嘅選擇，依然能夠和現今嘅電子石英錶和智能手錶在市場上爭一日之長短。由於今集係我呢個頻道嘅第一集，我諗最適當嘅就係介紹我人生擁有嘅第一隻錶，係瑞士雷達錶廠 Rado 喺1962年推出市場面世嘅 Rado Diestar One。當時推出呢隻錶喺市場可以話係一個劃時代嘅巨製。我所指嘅劃時代唔係喺佢嘅機芯設計方面，喺機械方面有咩特別嘅創新，而係佢喺個機型機殼嘅設計方面，同埋做個機殼嘅材料方面，真係劃時代嘅。點解我會咁講法呢？咁就要睇翻我哋如果留意到喺60年代之前，其實所有錶廠出嘅錶不外乎都係2種材料。如果走高價路線、走優雅貴價嘅，就一定會採用黃金，可以係9K 啦，可以係14K 啦，或者更加好啲嘅就18K。如果更加高檔啲嘅，走貴族化嘅，佢哋會選用 Platinum 鉑金去做。另一方面，廠家如果走平民大眾化大嘅錶，佢哋咧只係會採用鋼做嘅。喺雷達推出呢隻錶之前，來來去去就係呢2種物料。但係喺62年雷達出呢隻錶嗰時咧，佢選擇嘅物料咧就好唔同喎。佢個錶殼嘅上半卷咧，為咗要防刮花咧，佢用咗一種全新科技去做，名為鎢碳合金。其實係由鎢呢種金屬同碳化合物經雷達錶廠自己研發嘅高溫高壓鑄造而成一種比較特別嘅 heavy metal。呢種物質絕對比鋼堅硬，甚至乎其實佢係僅次於鑽石呢個硬度。呢種金屬之前咧，只會喺工業上係嗰啲譬如鑽機去開採礦材嗰時用嘅。雷達錶廠佢哋居然夠膽用呢種金屬嚟做個殼。我雖然咧唔係讀工科出身啊，但係我都會知道咧，要製成咁嘅金屬殼咧，係絕對比做鋼殼困難得多。另一方面咧，呢隻錶嘅創新之處咧，就係率先採用
Sapphire Crystal 人工藍寶石錶面。咁好多錶迷會話有冇搞錯啊？寶石錶面而家隻隻錶都採用啦，但係其實喺當時嚟講咧，絕大部分錶廠咧只係用 mineral glass 或者亞加力膠片嘅，係冇用到呢種物料做錶面嘅。好啦，跟住呢隻錶出現咗之後，其他錶廠佢哋未有能力做到呢個殼，但係佢哋紛紛開始採用呢隻人工寶石錶面。導致到佢哋啲錶咧，錶面唔再咁易刮花，咁慢慢咧就成為現今錶嘅主流。咁喺呢方面嚟睇，我哋應該都要佩服雷達錶廠喺呢方面嘅前衞啦。色咧呢個錶嘅設計咧係鵝蛋型設計嘅 oval in shape。如果同翻同年代嘅錶比較，譬如勞力士呢隻啦，我哋見到都係圓形設計。咁呢個係一個主流嚟㗎。Omega 亦都係啦。英納格都係，另一個咧就係方形設計，唯獨是咧佢呢個鵝蛋型設計咧係當時比較少見嘅。要設計到一個完美嘅鵝蛋型嘅話，咁首要條件咧就要放棄用錶椅。一般嚟講，我哋見到個錶無論方形或者圓形，喺個年代嚟講，就算而家嚟講，都係需要有錶椅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呢隻錶咧，我哋見唔到錶椅喎。咁條帶點安上去啊？巧妙之處咧，其實咧個錶椅咧係內置咗喺個殼嗰度嘅。咁陣間咧，我會用另一個角度咧展示。而家我哋大家先行睇一睇呢隻錶嘅完美鵝蛋造型。另一個獨特之處咧，亦都係雷達錶廠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就係雷達錶喺佢早期嘅錶同埋近代部分嘅錶型裏面咧，佢設計佢個 logo anchor 咧係可以轉動嘅。喺我印象中係唯一一間錶廠將佢自己嘅 logo 可以變成移動嘅。嗱，你係睇到啦，頭先我啱啱揈下去之後咧，個 anchor 個位置已經唔同咗啦。翻查雷達錶喺歷史上有啲文獻咧，就話咧雷達錶咧，原來咧早期如果手動機芯嘅錶面咧，全部都有個 anchor 嘅，但個 anchor 咧只係黐上去，係唔會喐動嘅。直至到佢推出佢哋嘅自動手錶 automatic 機芯嘅錶型咧，先開始喺個錶面上安裝一個咁嘅活動嘅 anchor。但係坊間另外有一個流傳話咧，呢個 anchor 咧其實係雷達錶一個原意，目的咧係俾用家知道咧佢隻錶咧幾時咧係需要做 service 啦，夠期啦。咁佢原理咧就係個 anchor 後面咧鑲咗喺個錶面之間咧有一粒寶石承托住個軸嘅。咁個寶石個同個軸心嗰度咧，亦都點咗一般佢哋用緊嗰隻機油。咁假使間如果嗰個機油開始老化的話，咁整體嚟講咧就會除咗個機芯嘅運作唔暢順之外，咁呢個 logo 咧亦都會唔暢順，咁從而咧提用家咧係時候要將隻錶拎去抹油做 service 啦。但係至於這個係咪真實嘅原因咧，我就真係無從稽考。不過亦都有咁嘅可能性。至於動力裝置方面咧，係用咗ASSA 2783機芯，係25石嘅，震頻咧就21600。呢個機芯牌子咧，其實都主要咧之前係主力做機芯供應其他廠家嘅。咁我哋比較港人熟悉嘅 Fortis 英納格都會用佢嘅機芯嘅。咁但係呢間廠咧，大概喺石英風暴期間咧，喺70年代初咧就已經被 ETA 收購咗啦。咁所以而家普遍咧就成為 ETA 旗下嘅一個同樣 model number 2783。從正面睇，我哋都睇到咧嗰兩支指針原本嘅夜光材料咧已經剝落咗啦。咁我喺上次維修錶嗰時叫個師傅已經幫我清除咗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啦，個錶椅咧其實咧就係咁嘅形式結構取代咗錶椅。咁咧，我哋喺側邊睇咧，亦都睇到咧，明顯一個殼咧係分兩個部分嘅。上面咧就係嗰個烏碳合金嘅金屬，
下面咧就係傳統嘅不鏽鋼材料做機殼，機底都係不鏽鋼，錶帶亦都係不鏽鋼嘅。咁而我哋都好明嘅睇到咧，個錶冠咧就有雷達嘅 logo 喺度啦。至於嗰塊水晶玻璃咧係呈井字形微拱形嘅，嗱我哋清楚可以睇到有個井字紋喺度咁樣嘅。咁咧佢話得話防刮嘅，咁我就試俾大家睇係咪真係防刮啦。但係咧，奉勸各位咧唔好將自己家中嘅手錶咁樣做喎。依隻就唔怕啫。嗱，你睇到啦，用戒刀戒都戒唔到有咩花痕嘅。咁我不如再粗暴啲對待佢啦，好唔好啊？咁我就嚟下咯，用個轉睇下點啦。用電批去搞佢啦，都唔怕嘅。呢個就係呢隻錶嘅獨特之處啦。呢隻 Rado Zy-Star 雖然是1960年代嘅產物，陪伴咗我40幾年，但由於佢當時設計係防刮，所以到而家嚟講咧，都仲係好似好新淨咁樣。咁戴喺我6寸半嘅手腕上咧，亦都好有現代錶嗰種感覺，冇話好古舊嘅。咁可見當時雷達錶設計呢個款式咧係相當前衛。我哋人一生中認識到一啲好好嘅朋友，一啲好好嘅同學，甚至乎一個伴侶，都係緣分嚟嘅。咁能夠同呢一隻劃時代設計嘅手錶結緣，我覺得亦都係緣分嚟嘅。我記得我大概係小學6年班準備升中咁上下時候啦。咁有一日飲茶同爹哋媽咪，咁爸爸咧就突然間講話想買隻錶俾家姐，咁我當然就梗係一齊跟埋去睇啦。咁我記得好似係去當時中環一間叫東方錶行，但係嗰時嘅東方錶行冇而家咁大規模。咁期間咧，家姐就買咗一隻 Omega 大能型單能米，咁嗰時個設計都好獨特嘅，有機會可能同大家分享下。咁我咧就喺個櫥窗飾櫃裏面咧睇下睇咗好耐都冇睇啱一隻，但係突然間咧發覺一隻錶咧同其他所有錶咧個喺外形設計上好唔同嘅，個玻璃面咧就閃閃生光。咁我就問呢個店員：呢隻咩錶嚟啊？咁個店員同我講話：犀利啦！呢隻係雷達永不磨損型。我話吓？咩嘢永不磨損型啊？係咩意思啊？咁個店員就解釋話：呢隻錶咧係唔容易刮花嘅，可以點樣戴都唔怕花嘅。咁我聽到之後就覺得幾特別喎，咁啊叫個店員俾我睇啦。咁當時呢隻錶戴喺我個12、13歲嘅細路仔手裏面咧，其實係有點大嘅。咁但係咧，由於佢真係同其他無論係 Omega 浪琴樂刀英勒格嗰啲款式咧，係完全唔同嘅。咁我咧就叫爸爸，我想我依隻咁佢爸爸就買咗俾我啦。咁買咗俾我之後咧，咁我就呢隻錶咧就一路陪伴我由升中讀到中七。咁直至到我出嚟做事之後咧，我先輾轉再買一隻斯文嘅石英錶。咁呢隻錶咧，當時我真係覺得好特別，但係由於80年代啦，互聯網都仲未形成，咁要知道一啲錶嘅歷史咧係好困難嘅，坊間亦都唔多。咁直至到90年代互聯網逐漸興起之後咧，我開始慢慢翻查翻呢隻錶嘅文獻，先知道發覺原來呢隻錶原來喺當時嚟講咧係非常前衛嘅設計。咁同一隻咁特別嘅錶結到緣，我絕對相信呢個係一個緣分。好啦，今日咧大致上分享都到此為止啦，因為原因咧都講咗好長。咁我希望嚟緊咧，我會陸陸續續咧都會繼續介紹我收藏一些錶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呢種形式嘅，歡迎點讚、分享、留言。咁記得撳埋個通知鈴聲。咁到時有新片推出嗰時，
大家就唔會錯過啦。好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再見。